2025年10月底 ，Meta AI 部门宣布裁员600个职位，甚至核心部门的研究总监、掌管 AI 业务的高管纷纷离职，被边缘化。就连图灵奖得主杨乐困也被认为自身难保。在看到新闻的时候，我很震惊啊！一方面呢，扎克伯格在用上亿美元的年薪去挖 AI 人才，但同时呢，又如此决绝的裁员，这样割裂的行为背后是因为什么？于是我们采访了 Meta 的前菲尔研究总监、AI 科学家田元栋，参与了 Llama 3后训练的前 Meta 员工 Gavin Wan， 硅谷资深 HR 专家以及一些匿名人士，试图还原一下 Meta 的 Llama 开源路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Llama 3还让众人惊艳，而仅1年之后的 Llama 4就如此拉垮？中间发生了什么？ Meta 的开源路线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错误吗？ AI 大模型激烈对战的当下，一个乌托邦式的 AI 研究实验室还能够存在吗？不能让不懂的人来做整个 leader， 或者说让人来做那个 planning 的。Llama 4 planning 的时候，其实就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可能 leadership 的 direction 有一些变化。有钱、有卡、有人、有数据，这4个的话 ，Facebook 几乎什么都有。它为什么现在做的不够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视频，来看看 Meta 的开源 AI 路线是如何碰壁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说一下 Meta 对 AI 布局的整个公司架构。2013年年底，扎克伯格开始搭建 Meta 的 AI 团队。当时谷歌收购了 Geoffrey Hinton 的 DNN 团队，将 Hinton招入麾下。同一时间 ，Meta 将杨乐困请来坐镇 AI 的发展。至此，图灵奖3巨头的2位开始步入商业科技来主导 AI 研发。那么，在扎克伯格邀请杨乐困加入 Meta 的时候呢，后者是提过3个条件。第一呢，是不从纽约搬走；第二呢，不会辞去在纽约大学的工作；第三呢，必须开展开放的研究，公开发布所做的所有工作，并且将代码开源。所以呢，我们看到一开始呢 ，Meta 的路线就是开源的。杨乐困进入 Meta 之后，开始着手前沿的 AI 研发，组建了 Fundamental AI Research 实验室，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菲尔实验室，主导人工智能的前沿研究。菲尔是负责前沿研究的，就是说做一些现在目前看起来你没有特别大的那个应用，但是新的想法、新的思路、新的算法、新的框架新的 architecture， 所以这样的探索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大的突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呢，对于 Meta 来说，最终还是要看到 AI 在自身产品上的进展。于是和菲尔组平行设置了一个组叫 Generative AI， 简称 Gen AI 组。这个组里面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团队，包括了 Llama 开源模型的研发，将 AI 能力运用在产品上的 Meta AI 团队，还有 AI 算力基建的数据中心团队。其他的呢，还有一些小部门，比如说 Search 搜索、Enterprise 企业服务、Video Gen 纹身视频模型等等。Gen AI 和菲尔呢是平行关系，就像一个天平，一边是前沿科研，一边是产品化。理想情况下，前沿研究能够带来更好的产品力，而产品赚钱了，就能够让管理层有更大的动力去拨款给菲尔做研发。菲尔提供一些很好的想法和工作，然后想法工作会给那个，比如说让 Gen AI 去用然后让 Gen AI 去把它放进 production， 然后在下一代模型中使用出来。很多人的初心嘛，就是说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嘛，与众不同的方向，与众不同的那个工作，然后能不能真正的 achieve AGI？这个其实是这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菲尔的目的是 AGI， 但是 Gen AI 它的目的是怎么把 AI 放在 Meta 现有的产品中，然后让 AI 发挥效应。主要一个是 Llama 嘛，对吧 ？Llama 是一个很大的 model， 然后还有就是说怎么样让 AI 怎么样做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把它用在一些具体的这个应用上。但是呢，让这样的天平始终保持平衡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乌托邦状态，而这个乌托邦状态的前提是 Meta 的 AI 模型水平一直是要保持最领先的，或者说呢，至少是要在开源赛道最领先，而且不落后闭源模型太多的。你觉得在菲尔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菲尔应该说从我入职之后到2022年都很快乐，我觉得。对，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是很开心的，因为大语模型来之后呢，大家开始就是整个生态或者说那个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因为大语模型来之后呢，算力成了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算力是有限的，所以就会产生各种问题，有点矛盾，对吧？就是大家都要训练一个很大的模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相互之间就开始有一些问题。
就是相互之间，比如说我因为我卡多了，你卡就少了，所以但是卡不多就没办法训练出最好的模型，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在2023年之后这段时间之内，其实应该说状态就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好。而 Meta 的 AI 天平是如何失衡的呢？我们可以从 Llama 的4代发布当中看到一些端倪和痕迹。那顺便说一句啊，之所以 Meta 给自家大语言模型取名为 Llama， 据说是因为考虑到 Large Language Model 的缩写 LLM 不太好发音，所以呢就补上了元音字母哈。那么 Llama 呢念起来朗朗上口，也便于记忆传播。也正是这样，大语言模型命名自此才和羊驼扯上了关系。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Llama 1，那这也为 Meta 的大模型开源路线奠定了基础。2023年2月24号 ，Meta 发布了 Llama 模型，主打更小参数、更好效果，发布了7B、13B、33B、65B 的多规模版本，强调当时的13B 模型可以在多项基准上超过 175B 参数的 GPT-3。而 Llama 在官宣之后的1周权重在 4chan 上以种子形式被泄露，是引发了 AI 社区对开源模型的广泛讨论，甚至还引发国会参议员致信质询 Meta。虽然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但是业界对 Llama 的意外泄露出人意料的支持，而这也被视为是大模型开源的格局重塑，并且很快催生出了诸多的民间微调项目。我们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大模型的开源的这个定义哈，其实 Meta 也不是完全的开源。Meta 称之为开放权重 Open Weights。那么这个 Weights 是什么东西呢？在机器学习中有3个部分：结构 Architecture、权重 Weights 和代码 Code。那么所谓权重就是模型学习到的所有参数数值。模型训练完成之后，所有的参数会存在几个巨大的2进制文件，每个文件里面保存着每一层神经网络的矩阵数值。而在推理的时候，模型代码会加载这些权重文件，用 GPU 进行矩阵运算，生成文本。所以开放权重就意味着向公众提供训练好的参数文件，外界可以本地加载、部署和微调，但是还不是完全的开源。因为真正的开源意味着公开训练数据、代码和许可等等，但是 Meta 并没有公开这些信息，甚至之后的 Llama 2、3、4代都仅仅是开放权重，只是在许可证的政策上有些许的松动。那么结论就是呢，虽然 Llama 属于半开源，但是呢，比起比如说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的完全闭源，只通过 API 接口来提供模型能力服务的这些公司来说呢， Llama 已经算是给开源社区带来了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了。2023年7月28号 ，Meta 联合微软发布了大模型 Llama 2，包含7B、13B 和70B 参数的3种参数变体。新一代模型的开源虽然也是开放权重，但是对比 Llama 1的不可商用，只能申请研究用途而言， Llama 2是一个免费可商用的版本，更放宽了许可证的权限。而 Wired 等杂志更是指出，Llama 2让开放路线对抗封闭模型巨头成为现实。而我们看到 Llama 2很快在开发者社区是风靡起来，它的可得性显著放大了生态还有 AI 开发。And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o-to model moving forward. No more OpenAI API with rate limits and having to explain to the clients that there's a few dollars of extra cost depending on the usage. And that's the big difference here. Because in this ballsy move by Meta and Microsoft, they really changed the game and forced a lot of other players to act more openly. Because they just set the standard for what a good model is supposed to look like and what the licensing around it is supposed to look like. 那么之后就到了2024年的 Llama 3，这也是 Llama 系列最为风光和辉煌的时候了。步入 Llama 3的时代 ，Meta 已经成为 AI 开源社区的顶流存在了。2024年的4月到9月 ，Meta 是连发3个版本的模型迭代。2024年4月18号 ，Meta 发布了8B、70B 的2个规格的 Llama 3版本，称同等规模显著超越 Llama 2，并将其作为 Meta AI 助手的底座之一。之后的7月23号 ，Meta 推出的 405B、70B、8B 3档 Llama 3.1 模型，并且宣称405B 是全球最强的开放可得基础模型之一，同时登陆 AWS、Bedrock、IBM、WatsonX 等平台。仅2个月之后的2024年9月25号 ，Meta 推出了 Llama 3.2，主打小而全的多模态。
增加1B 和3B 轻量文本模型与11B 与90B 的视觉多模态模型，面向终端和边缘场景。AWS 等平台同步接入，开源框架平台 Ollama 亦可本地运行。那我们采访到了 Llama 3团队的 Gavin Wan， 他负责 Llama 3的后续人工作，对我们表示当时整个 Meta 当中Gen AI 团队真的是以光速前进，真的有一种 AI 一天人间一年的感觉。我当时3.1、3.2就是确实是有很多很好的就是进展，比如说是就是多模态 multi-model， 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发布的，然后包括后面他们做 lightweight model 1B 3B 的，就是非常轻量化的模型。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都是为了就是产品化生态做出了很多的 progress。很多的 support community support， 包括我有朋友在 Llama Stack 那个团队，他们就是专门 support 整个Llama 的生态在就是企业级或者说小企业级的落地。Llama 3的强势出击特别是 450B 版本，被认为是在模型能力上对闭源阵营的逼近，也被认为是将快速推动 AI 应用的落地。而对于 Meta 内部员工来说，特别是在 Llama 组的 AI 工程师们，这是一件非常让他们值得骄傲的项目。当时的那个 narrative 就觉得就是 Meta 是就是大厂里面唯一一个剩下 open source 的一个 model， 而且还对整个 community 的生态很有贡献。当时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就不仅仅是在做一份工作，而是说我们真的就是在 support 整个AI 的 frontier 的一个发展。然后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感觉非常的 meaningful。我当时其实是就是非常 proud 的感觉。我出去跟别人说就是我是那个就是在做 Llama 3团队，就他们是一些 startup founder。他们都会说就是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effort， 就感觉整个 community， 尤其是 AI startup community， 就是 counting on Llama。Meta 乘着东风，期望 Llama 4的发布能够进一步扩大自身在 AI 开发社区的影响力，保持顶尖大模型中唯一开源存在。扎克伯格在2025年1月底的财报会议之后发帖说，我们对 Llama 3的目标是使开源与闭源模型具有竞争力，而我们对 Llama 4的目标是领先。然而3个月之后的 Llama 4发布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和滑铁卢。2025年4月5号 Meta 推出 Llama 4的2个版本 Scout 和 Maverick， 宣称多模态与长上下文能力大幅跃进，并在宣传中高调引用 LLM Arena 排行榜上的领先成绩。 Maverick 版本仅次于 Gemini 2.5 Pro， 与 ChatGPT 4o 和 Grok 3 Pro 并列第2。然而很快开发者社区的反馈并不正面，认为 Llama 4的效果不及预期。市面上开始有留言质疑 Meta 在 LLM Arena 上面冲到第2名的版本有作弊嫌疑，怀疑 Llama 4给 LLM Arena 排名的是经过了优化的变体，而这个变体呢是经过了对话强化的训练，存在误导 LLM Arena， 导致过拧核的现象。虽然 Meta 高层迅速否认了作弊，但是影响是迅速的发酵。一方面，媒体纷纷将此视为用特调版本刷榜的诱饵调包 bait and switch， 行业对基准公信力和可复现性的讨论迅速的升温。另一方面Meta 更高端的 Behemoth 版本推迟发布，公关与节奏严重的受挫。那在我写稿的时候呢 Behemoth 版本呢还没有发布，那 Meta 呢应该是放弃了。接下来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扎克伯格开始孤注一掷的大手笔收购 Scale AI， 把 Alexander Wan 挖来领导新的 AI 架构。之后呢，用上亿美元的支票开始挖人，疯狂搅局硅谷 AI 人才市场。再之后就是最近的新闻 ，Alex 开始重组整个 Meta 的 AI 架构，裁掉600人。但是大家来看看这个时间线是不是还是觉得很割裂？那么在 Llama 3和 Llama 4的这1年当中，发生了什么？怎么 Llama 4一下子就不行了？这是不是也太快了？那我们通过复盘也许是找到了一些答案。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说的 Meta 内部的 AI 架构是一架天平吗？那么 Llama 4失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这架天平失衡了。那我们再回到 Meta 的 AI 架构上， Fair 和 Gen AI 是并行的2个组，杨乐困管 Fair， 但是杨乐困很多时候都沉浸在自己的研发当中，有时候还在网上跟人比如说马斯克对战，还经常说不看好 LLM 路线，让 Meta 很是头疼于是2023年2月 Meta 高层呢就把 Meta AI 的研究负责人 Joel Pino 调到 Fair， 担任 Fair 的全球负责人，与杨乐困2个人一起领导 Fair。
而 GenAI 部门的负责人是 Ahmad Al-Dali， 这个哥们儿之前在苹果工作了快17年，而扎克伯格把他挖过来的原因就是想把 AI 和 Meta 的各种产品结合起来，包括元宇宙、智能眼镜的 AI 整合，以及聊天工具 Meta.ai 等等。而就在经历了 Llama 2的成功，公司呢开始研发 Llama 3的过程当中， Meta 高层是越来越强调要将 AI 用于自家产品的属性。于是我们看到2024年1月份 Meta 的 AI 团队进行了一次重组，菲尔的2名负责人开始直接汇报给 Meta 的 CPO 首席产品官 Chris Cox。整个 Llama 1到3算是一个时代，就是说大家很疯狂的在卷那个 scaling law， 当时整个 industry 里面就是说是基础模型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就是大家在探索 foundation model、large language model 本身的一个能力的边界。但是Meta 的 leadership 像Zach 还有 CPU Chris Cox， 他们其实很早就意识到 LLM 的能力要能够落地，就是真正为社会产生价值，它肯定是从产品力上去出发的。所以说当时 Llama 2和 Llama 3阶段整个 Gen AI 的 focus 是 engineering and product， 也因此就是在 top leadership 层面 VP 然后 senior director 这个层面，公司的中高层吧，可以算是基本上是高层，是由一些之前是更多的是产品背景和工程背景的人来领导。在 Llama 3成功推出， Meta 高层开始制定 Llama 4的路线之际，所有的注意力呢都放在了与产品结合上，也就是多模态的能力，因此呢忽视了对 reasoning 上的重视。而就在 Llama 3到 Llama 4的这一年研发过程中，2024年9月12号 OpenAI 推出了基于思维链的 O1 系列模型。之后的2024年12月，中国的 DeepSeek 开源模型横空出世，用 MOE 混合专家架构，在保证 reasoning 能力的情况下，大幅度降低了模型成本。你在就是被拉去救活 Llama 4之前，你手上在研究什么东西？那我们这边在做一些那个关于 reasoning 的一些研究。对，主要是关于思维链，对吧？关于思维链的形态和训练的方式做了一些研究。其实我们在 O1 出来之前 ，O1 是去年9月份出来的。我们出来之前，其实我们就注意到，非常长的思维链，它会对整个模型的这个 scaling law 产生影响。其实，在菲尔组当中田园栋等研究员已经在着手思维链的研究了。但是这样对 reasoning 的前沿探索呢，并没有及时的传达到 Llama 模型的工程上。Llama 4 planning 的时候，其实就会感觉到，这个地方可能 leadership 的 direction，有一些变化。就是我认为 overall 他们还是想要 support Meta 本身重点去推的一些产品，就是 Llama 本身的生态，那多模态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点，但是。DeepSeek 因为是1月份的时候横空出世，他们的 reasoning capability 非常的强。那这个 reasoning 的 capability 是就当时也是讨论的其中一个方向。但是因为 Meta 本身的生态，他们 prioritize 了多模态，没有重点去做那个 reasoning。但是当那个 DeepSeek 出现了以后，当时据说是有在讨论，因为那个时候我实际上已经离开了 Llama 的 team。就当时他们有在讨论说，是不是要重新把这个 reasoning 的地方捡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可能priority 上有一些 conflict， 然后时间也非常的有限，就导致大家加班加点的做了很多的尝试，非常的忙。对，我觉得就是 DeepSeek 的出现肯定是造成了就是公司里面资源还有 priority 上面的一些管理上的混乱吧。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 Llama 1到3的话，整个模型的架构和组织的架构，就是它其实延续了一开始的一个设计。但是 Llama 4的话，因为 Llama 3的成功本身就大家希望把它能够更进一步，能够做一些更大的工程。那这个时候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我的观察就是公司比较高层的，像 VP、Senior Director 这个层面，就是他们很多人是infra 背景比较传统的，或者说他们可能有一些比较传统的 computer vision， 可能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的背景都比较少，就是他们technical wise 对于 AI native 或者说是 large language model 这些东西就没有一个深度的理解和认识。然后其实真正就是懂行的可能是下面具体做事的一些 PhD。尤其是我们非常骄傲的就是华人的 PhD 其实都是 technically very very solid， 但是他们获得的话语权或者说在公司内部的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可能 somehow 就造成一种外行
管理内行的一些局面出现。因为 OpenAI 的 O1 系列和 DeepSeek 的出现呢，让 Meta 在2025年年初是乱了阵脚。于是呢，高层临时让菲尔的研究团队去支援拉玛4的研发，或者呢可以说是去救火。而这个救火团队呢，就是由田元栋带队的。我觉得现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做这样的 project， 就是这种 project 其实是不能让就是不懂的人来做做那个整个 leader， 或者说让人来做那个 planning 的。对，就是说如果有些问题出了问题的话，应该是大家说 OK， 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 release， 我们再往后拖，就是应该是采用一种就是我拖到什么时候结束能够 work 才 release 这样的一个阶段。对，而不能说把这个那个 deadline 先定好。deadline 先定好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好的。对，我觉得其实我们组里面当时很多人非常累，对吧？比如说像我是在加州，因为我有几个 report 在东部市区，然后他们晚上12点给我打电话，对吧？然后他们那边已经3点钟了，还在干活，所以非常的辛苦。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辛苦呢？是因为 deadline 压很紧。比如说我们要在某一天我们要 deadline， 我们 release， 那么就一般是你做项目管理的话，你就说从后面开始往前那个 back propagate， 对吧？然后看啊，这2月底或者3月初一定要做什么事情，3月底要做什么事情。但如果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模型这方面不行，或者说数据有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因为你这句话停下来。就比如说我说啊，这个数据有问题不行，我这个数据不能用，我们得换个数据。那这样的话就多出事了，就是我们得把这个事情往后延1个星期就2个星期这样子。对，但这个事情能不能做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那如果在很强的deadline压力之下呢，最后结果就是这事情做不了，或者说大家没有办法去就是 push back，那这样的话呢，最后的就是质量就会变得很差，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对，为什么 Meta 会有那么强的压力在 deadline 上面呢？因为就是开模型，它其实它已经是 number one 了。对，但是 of course DeepSeek 在年初的时候出来，大家都没有意料得到。对，但是就是为什么它有那么强的 deadline， 说我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东西推出来呢？应该说有一个上面 leadership 的 deadline 嘛，对吧？对，但这个我就不方便说了吧，就是应该说这个可能你要去问一下相关的人，都懂。那我们在这里基本上就能够有一些答案了。从 Llama 3开始，将 AI 产品化这样的路线呢，就已经制定。那么整个模型注重多模态和应用，忙于整合应用和业务，但是却忽略了 reasoning 和更加前沿的技术研发。那这是让天平另一面的菲尔团队不得不跨组来救火。那就这样，天平失衡了。但实际情况其实是因为前沿模型的这个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基本上很难真的是比如说用就是说菲尔这边的一些文章，其实有些文章是被用到，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其实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我当时就是在菲尔的时候，我觉得我有时候聘 GenAI 的人他们都不理我，就是什么情况？对，但是真的我去 GenAI 之后会觉得确实我也没法理他们。为什么？因为太忙了。因为你想，你比如说应该这么说吧，比如说我半小时不看手机，可能就有20条消息、3条消息在那里，然后你要去看。对，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有很多的人要找，要很多的事情要决定啊，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我也能理解了，就是 GenAI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很难去有比较 long term 的一个 thinking process。 而扎克伯格是如何修复这个失衡的天平呢？他直接空降了一个特种部队，由 Alex Wan 带队的 TBD 团队。我们再回到 Meta 的 AI 业务架构上如今再一次重组之后，高层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Alex Wan 带领几十位高薪聘请来的顶级研究员，单独成立了这个在 Meta 内部拥有无限特权和优先级别的特别小组 TBD。那 TBD、FAIR 和 GenAI 一起组成了 Meta Superintelligence Labs MSL 部门，直接汇报给 Alex， 而 Alex 直接汇报给扎克伯格。那这也就意味着 FAIR 的杨老坤如今也要汇报给 Alex。
而 Joel Pinot 此前被要求要汇报给 GenAI 组的负责人 Ahmad。那我们看到 Joel 已经在今年5月离职，去了 Cohere 做首席 AI 官。而 Ahmad 也说实话很久没有什么声音了，也没有被任命负责如今任何重要的项目。而 CPU Chris Cox 也被 Alex 抢了风头，排除在 AI 团队的直接领导者之外。所以现在的架构就是28岁的 Alex 一人独大的局面。反正我已经听到 Meta 内部各种对 Alex 和他领导的这支极度有特权小组的不满了，包括 TBD 团队里面的人可以3年不用做绩效考评啦，可以不回不理任何 VP 的信息啦， Meta AI 里面的所有 paper 都要给 TBD 里面的人去审核才能够发表啦。要知道 TBD 里面的不少人还比较年轻哈，这是让很多资深的研究员是非常的不满。反正就是各种内部政治斗争啊，感觉又要起来一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这个特权的等号后面是成绩。那么这个成绩对于扎克伯格来说呢，不仅仅是要 make Llama great again， 而是 Meta has to win。那么在这场 AI 竞赛当中，目前的这场重组呢，也许对于扎克伯格来说是最后的一次，也是最重要的机会。而 Alex 在团队内部邮件中就写到，他将做出的3个改变。第一，集中 TBT 和 Fair 团队的核心基础研究力量；第二，提升产品和应用研发的融合，并且继续以产品为模型聚焦点；第三，成立一个核心基建团队来支持研究压注。好，你看第一条就是把这个基础研究 TBD Lab 和 Fair 更 centralized， 就是让它2个更紧密的去结合。所以这回裁掉的一些研究人员呢，邮件上也说，就他们的可能项目没有那么多 high impact。就你在做一些前沿的研究，但和我们现在没有关系，因为很多前沿研究是高度抽象的，是从数学的角度啊，从很多理论的角度，它其实和工程呢离得比较远。所以你看第一条就是 centralize， 然后第2个就是把产品和模型更紧密的结合。就是和 Alex 王一起进来的人，有一个就是 GitHub 的原来的 CEO， 他们2个等于 Facebook 扎克伯格同时引进了2个高端人才，一个是 Alex 王管模型的，或统一来说来管模型的，一个就是那个叫 Nate， 是原来 GitHub CEO， 他是偏产品的，因为产品才能给这个模型更好的反馈嘛，在用的过程中进行飞轮效应。第3条，你看 establish unified core infrastructure team， 就把这个管这个卡呀、数据中心这个团队更集中化。过去很可能是很散的，好几个领导都在，是吧？你要卡你得来申请，现在这个卡这个事儿也是 unified GPU 统一来管理。所以这个邮件写的还是挺清楚的。而 Alex 能否撑得起扎克伯格的压注呢？也许很快我们就会有答案。那总结一下 ，Meta 在 Llama 的前3代都还是领先的开源模型，引领着开源派去对抗 OpenAI 和谷歌 Gemini 这样的闭源派。然而，在 Llama 3大获成功之后，公司高层呢急于将 AI 结合产品化，在规划路线的时候，用产品驱动研发的思维，将 Llama 4的升级聚焦在多模态等工程性能上，但却错失了思维链 COT 等 reasoning 上的前沿技术时间优势。虽然当时田园洞的 Fair 的 AI 科学家们已经在研究 COT 了，等 DeepSeek 引发轰动之后呢，又将 Fair 的田园洞团队临时救火，去优化 Llama 4上面的 MOE 架构，反而呢又中断了 COT 和 reasoning 上面的研发，导致 AI 前沿技术研究和这个产品工程这架天平呢彻底的失衡。在采访过程中我脑中不止一次闪现过历史上那些闪耀一时的前沿实验室，贝尔实验室、IBM Watson Research、HP 实验室等等，但基本上都因为无法平衡前沿科研和商业化而日益衰落。10多年历史的 Fair 曾经是一群理想化 AI 科学家的乌托邦之地，而如今又成了另一个商业化的牺牲品。那我们与田园洞的采访其实还有更多精彩的部分我们放在了下一个视频，以对话的形式上线。他跟我聊了很多与 Meta 无关，但是与一个资深 AI 研究员的信仰、兴趣以及对 AI 发展的前沿思考有关的内容，我觉得很有价值，也希望呢能够对大家来说有所收获。所以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错过更新哦。我是硅谷101的联合创始人陈建，你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是支持我们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